这是我跟他的第3次约会，可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但是他答应过我，我生下儿子后会给我想要的一切：婚礼、名分、幸福和安稳。妈妈，你们小声点，别吵醒了妈妈。知道了，姐姐。我快上了，你在哪儿呢？等等我，我已经在路上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快，我要进产房了。听说台湾是雄霸集团，大少爷都生孩子，不会是上当吧？都说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怎么可能会看上这种钱花野草呢？我不行了。3胞胎太厉害了，雄霸集团杜少的功能果然强大。这3个烟种不能留，我现在就弄死他们！对，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哎，我告诉你，他们3个可是孽种，如果要是留下来，我们全家就跟着倒霉，知道吗？绝对不能留！我就是活守这条老命，要把他们弄死！杀害婴儿是犯法的，你们再闹我就报警了。哎呀！这是你的医疗费用，直接付清。不好意思，没有联系孩子他爸，只能由你先独自承担。哎呦，这是家族的耻辱啊！没结婚你就生了3个孩子啊！我还要不要脸呢你？我们这老脸都没处放了！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断绝母女关系，你带着3个孽种有多远拐多远，再不要进我们丧家的门！妈，我现在带着3个孩子，你们让我去哪儿呀？你都不照顾我们的脸面，我们凭什么照顾你呀？你愿意滚到哪儿你给我滚哪儿去啊？跟我们无关。对，你死在外面才好呢。怎么说？你们也是3个孩子的老爷姥姥呀？谁是他们的老爷姥姥啊？你这个不要脸的妈！我呸！就我们这点养老金啊，根本就养活不起你们这几个吸血鬼呀！我们走，走。妈妈怎么啦？没事儿，妈妈做了一个噩梦，现在没事了啊。妈妈，这个真的要撵我们走吗？宝贝们，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6年了，就算舅舅不撵我们走，我们也该离开了。妈妈，你去哪里，我们就去哪里。乖。张总，这回是会，我代表雄霸集团欢迎你，感谢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干杯，干杯！哎，这不是苏小乔的前男友吗？我靠，他是雄霸集团的继承人。宋小乔，你在我这白吃白住6年。杜少，已经变得真帅。矜持点。杜少，我是你的未婚妻，什么好矜持的？我跟你亲热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别忘了，我可是雄霸集团的总裁。那又怎样？对了，听说你那个弟弟杜勇最近正在抓紧造人呢，一旦他超越我们，我们就要吃亏了，对不对？杜少，我们是不是也要抓点紧啊？下去吧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有了这么漂亮的未婚妻，让她守活寡，你安的什么心？好，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丽丽，
帮我叫几个帅哥，我要喝酒，我要放松。哎呦，你不是有助手了吗？怎么还出来玩呀？他就是个废物。没想到我大夏国最有魅力的男子，居然会沦落到这个地步。我不如结束这一切。等等我，我已经在路上，一定要坚持住。大夫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？虽然你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我丧失了全部记忆和生育能力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姐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小超，来的正好，我们这东西都收拾好了，这就走了。走什么走啊？你可是我姐啊！舅舅，你不是要撵我们走吗？舅舅，你昨天还说让我们滚得远远的，而且你还把妈妈推倒了。哎，那是舅舅不小心啊！再说了，舅舅怎么会舍得你们这3个大宝贝呢？是不是啊？小超，不用撵了，我们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以后就不用了。这分明是4棵大树，怎么能轻易送走呢？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你弟弟，你是我姐，添什么麻烦？不麻烦，走，赶紧回家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你们直接去啊，往里走。哎，行李我来拿，走，来。我说姐夫啊，你是不是该尽一下父亲的责任了？我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刚才那3个小孩是宋小乔给你生的。我姐她就是个傻子，自从你离开之后，她就没有接触过别的男人。他们在我这儿，不过你要是想见到他们，你就得给我1000万。哎，姐，干嘛去啊？小超，你放我走。好，难怪爸妈说你不讲良心。我这好心收留你们，你居然还想跑！我们不是你皇帝的工具。姐，你是怀孕怀傻是不是？弟弟，我这是为你好啊！你知不知道你那前男友，他是雄霸集团那个什么太子爷，身价上千亿啊！我告诉你，咱绝不能放过他，听弟弟。他是谁？他有多少钱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给你张飞。哎，是让你放我们走吧，进去了。哎呀，你一边去！谁啊？房东啊，开门！房东，快开门，我找你有事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臭小子，可算找到人。杜少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别忘了，我们雄霸集团的核心业务可是通信技术，而且我们公司的黑客也是世界一流。刚刚和你通话的同时，我就已经知道你的具体位置。知道？你知道又怎么样啊？这是我家，你滚出去！你家？你确定？哈，我当然确定了。哎，我在这家住了多少年？你不会想现在告诉我这是你家？没错，你住的可是我的房。房东，这有个傻子啊！你脑子进水了吧？杜少说的没错，他刚刚已经有2个亿买下了这整栋大厦。我现在不是你的房东，他才是。啊！你住在我的房子里，还囚禁我的前女友和孩子，我现在就可以报警把你抓走，还不快滚！杜航，你有种算你狠！但是你今天不拿出1000万，你别想带他们走。你知道吗？给我！宋宋，不是你啊！要钱不要命了！我不管，今天不给钱，谁都别想走。你估计不知道我当时做了兵吧？喂，你们去哪？死丫头，我绝不能让你抢走我的孩子，我一定要把孩子抢回来。我说小强，听说你都结婚生子了，怎么又搬回公司的单身公寓了？
我离婚了，孩子归他爸爸了。这些都是你吃的？啊，对。那这个呢，也是你玩的？啊，对对对，打发时间玩的。你要是无聊，就去跟姐妹几个一起搓搓麻。好。对了，小乔，你那儿有钱吗？借我点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手头特别紧。真是，我还没吃饭呢，那就给我弄点东西吃吧。好。这个宋小强藏了多少私房钱？你做点便宜货。可找到宝藏了。妈妈，等我们长大了，给你住大房子。妈妈，等我们长大，给你赚大钱。妈妈，别哭啦。去哪儿？当我是瞎子？有事吗？有事吗？宋小强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你忘了今天还钱的日子了吗？我每个月就那么点工资，我哪有钱每个月都给你啊？啊？那就让全公司人都知道你在单身公寓养了3个野种，公司开除你。到时候啊，你1分钱都没有。不要，千万不要啊！现在后悔晚了，宋小乔，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求求你了，雨莲，我们娘4个就这么点工资，你要这样做的话，就是要了我的命呀！你死不死的和我无关。赵经理，我要向你举报件事。宋小乔私自在公司里养了3个野种。什么？我们公司可是国内知名的上市公司啊，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。去，把那3个野种给我拽走。赵经理，千万不要，不要啊！该管的不是他们，而是你。我是这儿的副总经理，我凭什么管？就是啊，你算哪根葱啊？喂，啊，资金链断裂，要破产，只能靠着熊骂集团。熊骂集团电话多少号？不用麻烦了，我就是熊骂集团的负责人。就你这小杂种，还想攀熊骂集团的高枝啊？你凭什么？你配吗？真是多不要脸的人都有。妈妈救命！妈妈救命！救命！妈妈救命！你看赵总，他这个人有多不要脸，一下子就生了3个，像母猪一样，这不是破坏公司形象吗？我不想再跟你废话了，带着3个孩子赶紧滚，不然的话我叫保安了。哎呦，总经理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你知道站在你面前是谁吗？他是熊霸集团的杜少，连他都该说滚。不会吧，总经理，你该不会认错了吧？他就是个乱搞男女关系的小瘪三。对呀，要说乱搞男女关系，肯定是你们2个最擅长啊！你们的丑事在公司已经传开，现在又来编排杜少，真是罪上加罪。杜少，轩盛集团的生死存亡就在您的一念之间啊！要是不帮忙，我就在这里不起来。你可以起来，不过你已经被撤职。杜少，从今天起，轩盛集团成为熊霸集团旗下的子公司，你只能以普通员工的身份继续留在轩盛集团。
杜少，我已经担任轩盛集团总经理10年，可是轩盛集团的顶梁柱啊！哦，你也算顶梁柱啊？那我倒要问问你，轩盛集团现在欠债多少？不到5000万。不到5000万。据我所知，在你接手前，轩盛集团账面上至少有3个亿，现在负债累累，你还有脸称为顶梁柱？我看你就是个败家子儿。杜少，轩盛集团没我不行吗？真的吗？我倒要试试看。今天我正式宣布，宋小乔将成为轩盛集团的总经理。滚得不错。杜航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只会干体力活，我能当好总经理吗？我当然知道你是个笨蛋，不过你放心，你只用装门面就好了，其他的管理工作还是由我来完成。装门面？你拿我当什么了？这已经是废物利用了，你以为你还能干些什么呀？姓杜的，你不要太过分。宋小乔，你别不识抬举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状况吗？我怎么了？我一切挺好的。我来之前都已经查清楚，你银行卡可马上就要空了。我现在可是你老板，要是我把你赶出单身公寓，再拿掉你的工作，你该如何应对呢？这个混蛋，我就是去要饭，我也不可能任由你摆布。松开啊！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挺有骨气的。是，你当然可以要饭了，可是3个孩子呢？他们陪你一起要饭吗？你到底想要怎样啊？很简单，只要你好好听我的话，我保证今后让你享尽荣华富贵。你混蛋！你混蛋！可惜啊，牛落在我这个混蛋手里，我看你怎么逃得掉。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我就不相信还有人能抵挡得住100万年薪的诱惑。100万年薪？给我啊！你是轩盛集团的总经理，当然是给你了。只要赚够了100万，我就带着3宝跑掉，让你永远也见不到。死丫头，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妈妈，我们以后是不是可以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，是吗？不用啦。妈妈，你赚这么多钱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吃肉了呢？是啊，妈妈，我们以后可以吃肉了吗？可以，只要有些人言而有信就可以。宋经理，请您在这些文件上签字。签字？可是我对这些项目不是特别清楚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这些项目都是董事长亲自供我的，您只需要签上字，走个形式就可以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对了，今天是开工资的日子，对吧？没错，总经理。没事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好。今天可是开高兴的日子，待会儿我就可以去搞视频。杜航，混蛋，竟然敢这么对我！找我有事儿？给我打电话了？杜航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要给我开100万年薪吗？这怎么开的比以前还少了呀？果然是个井底之蛙。看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但不开工资，你还羞辱我！话别说那么难听，依照年薪制，每个月只能给你发底薪，剩下的等年终一起发放。年底，这不还要等好几个月吗？没办法，谁让你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没有好好看看条款，这就叫做急功近利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哎，你倒是说的轻巧，我们娘4个这几个月怎么生活呀？喝西北风吗？你放心，说到底，大宝、2宝、3宝也是我的孩子。这样吧，你只要让他们回到我身边，我可以提前给你发放50万年薪。你别痴心妄想了，我就是吃糠咽菜也不会放弃3个宝贝的。你真是死鸭子嘴硬啊！
我是死鸭子，你是活鸭子行了吗？你别痴心妄想了，我们是绝不会向你低头的。再见，活鸭子。你这老娘们儿！脑瓜子不好使，嘴皮子倒是挺好。我说不过你没关系，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耐心。宝贝儿是我的，我等你们回新竹。开快点！有钱了不起，就是个神经病。不给钱，大不了我去兼职，也绝不会向你低头的。杜恒，你别瞧不起我，我没有你一样可以把大宝、二宝、三宝照顾得很好。哎，快看快看，这不宋小乔吗？啊，可不是嘛，真是他呀！他怎么在这儿当服务员啊？老同学，是你们，老同学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不见了，我们都想死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工作还没干完呢。哎呀，坐一会儿呗。主要这工作没干完，老板要罚款。哎，罚什么款呀？知道我们仨是谁吗？是这家酒店的3大股东，罚不罚款还不是我们一起快的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怎么不给面子啊？坐一会儿。这样吧，我们马上到了换班的时间，等我换完班以后，我再来陪你们。好不好？哎，不是我说，宋小乔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一点同学情谊都没有吗？不是这个意思。你不要以为你的丑事我们不知道。未婚先孕，连生3个娃，怎么？你是母猪吗？这么高产？对了，哎，你们怎么说话呢？我们说的就是你。从高中开始，我们就看你不顺眼了，就一直标新立异，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。你啊，连结婚生。天，我就把这气全都给撒了。哎呀，没有醋了，这一瓶醋这么快就喝光了，你挺能喝嘛。那不还有芥末油吗？为他点芥末油，岂不是爽歪歪？不要，我没有对不起你们，你们不要这样对我。干杯！干杯！小乔啊，你是我们高中的校花，我就知道你将来肯定能有出息啊。我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哎呀，你就别装糊涂了，谁不知道你最近新交的男朋友是熊大集团的杜少？你有了杜涵这样的男朋友，还愁没出息吗？你以后肯定是个人人羡慕的豪门阔太呢。可不是嘛，等将来你正式跟杜少结了婚，可别忘了我们姐妹们，是吧？小乔也会是上流社会的人了，还能记得我。小乔重情重义，可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姐妹们，你们放心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我都不会忘了大家的。我要是有一天能熬出头，你们遇到任何困难都一定要告诉我，我肯定会帮大家的。太好了！哦，对了，这是我送给你们的，快打开看看喜不喜欢。哇，
这也太漂亮了，谢谢小乔，太漂亮了，这也太漂亮了，谢谢小乔，谢谢小乔。不要这么对我没有对不起你。住手！臭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们都已经自身难保了，竟然还想着刁难别人，心可真大。自身难保什么意思？哟，终于有穷瘪三儿过来英雄救美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个狗东西能有什么本事。据我所知，你们连锁酒店最近正在跟一家叫凯盛的融资公司合作，获得了贷款1个亿，打算月底在美国上市，有这回事吗？对呀，怎么了？这件事已经10拿9稳了，你该不会眼馋了吧，瘪三儿？很遗憾，这件事情可能有些变动，凯盛决定取消贷款，你们上市的计划泡汤了。根据对冲协议，你们至少背负10个亿的债务。你到底是谁？凭什么在这胡说八道？服务员，叫董事长过来，告他造谣重伤。怎么了？董事长，这个人不知道从哪里知道我们公司的机密，还造谣重伤我们。依我看，就应该报警把他抓起来，好好审问审问。董事长，你怎么打我？不长眼的狗东西！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吗？他是雄霸集团的董事长杜少，他一点都没有造谣重伤，就你们几个蠢女人在这儿撒泼。好了，现在害得我们集团公司无药可救了。啊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杜少，我们3个是鼠目寸光的女人，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小乔，说句话呀。小乔，对不起，我们的玩笑过火了一点。我们不过就是太多年没见你，所以表达感情的方式夸张了一点。杜少啊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过我们这次吧啊！小乔，你是我们公认的校花，你人美心善，你肯定不会亏待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小乔，我们没有恶意的。你们当然没有恶意，你们不过是想好好招待我罢了。常言说得好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来吧，这馆芥末我请客，你们也尝尝芥末的幸福滋味。如果你们想杜少放过你们，我劝你们一句，乖乖听话。你小乔，我们错了，放过我们吧。我们再也不敢鼠目寸光了。小乔，你就让我们走吧。小乔，我们错了，放过我们吧。我们再也不敢鼠目寸光了。小乔，你就让我们走吧。别着急走，我还有工作要给你们安排。是什么工作？你收拾餐桌，你打扫地面，还有你去擦厕所。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工作？我们都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杜少，您就别为难我们了。既然不愿意干这种活，就赔付巨额赔偿金。要是赔不起的话，就去监狱做劳改犯。路放在你们面前，你们自己选吧。我们这就去。杜少，这3个泼妇啊，已经受到了惩罚，您看是不是放过我们这次啊？你这个董事长倒是挺会省钱，居然让一个员工干3个人的活。这样吧，我也给你安排一份兼职。什么工作？门童啊，门童啊！只要你不撤我的职，哪怕你是让我去做茶水小弟，我都乐意。杜少，您看我帮你擦擦鞋吧啊！用不着，不要脸的东西。我们走。杜少，待会儿我马上换上工作服去做门童，您可慢走啊，慢走慢走。你现在是一家大型企业的总经理，为什么要出来干这个？我和孩子要吃饭呀！哎呀，你松开，弄疼我了。我和你说过，只要你把3个孩子还给我，我会保证你下辈子衣食无忧的生活。我也说过，我就算是去要饭，我也不会卖掉3个宝贝的。我是孩子的爸爸。你不是孩子的爸爸。真是孩子的爸爸，你之前就不会抛弃我吗？小乔，我从来没抛弃过你们，我只不过是因为车祸失去了记忆罢了。可是时至今日，你们还会相信我吗？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？你滚开！我妈不让我跟你们玩。对，你滚开，我们不跟你玩。为什么？我妈说了，你妈妈是个坏女人。你妈胡说，我妈才没胡说呢。幼儿园里的每个孩子都有爸爸，就你没爸爸。没爸爸的孩子都是妖怪生的，你们都是小妖怪。你们才是小妖怪。
赵先生不但身价不菲，而且出手阔绰。之前一次性向幼儿园捐款了20万，就凭这个贡献，我们优待他些是应该的吗？还以为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来历，原来是我手下一个不入流的高管，连见我一面的机会都没有。看我怎么收拾他们！区区20万，居然可以获得 VIP 待遇，这未免太可笑了。哎呦，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别说20万，就是你们能拿出2万来，我也能给你们孩子多加几个肉丸子呀。我问你，你这个幼儿园房租多少？50万1年。我把你的房租免了，不知道你能给我的3个宝贝儿加几个肉丸子？我说你疯了吧？这家幼儿的房东雄霸集团，我作为高管，我都没有资格跟权利去减免房租，你凭什么呀？哼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家幼儿园可是在雄霸集团的子公司轩盛集团的名下，你算什么狗东西啊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原来在轩盛集团的名下呀，那事情就更好了，只要让轩盛集团总经理拿主意就好了。小乔，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你怎么搞的？我平时只会签字，我怎么能拿主意呢？小乔，这件事儿我给你特别决定权，只要你说上一句，就可以敲定此事。说吧，这里的房租可不可以免？免倒是可以免，但前提是他们不能以后再看人下菜，要对所有的孩子都一视同仁。这天底下呀，无赖的人太多。那巧了，今天让我签了名。宋小强，别人我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你呢。你未婚先孕，被父母扫地出门，先是做摘菜园，后面在酒店里伺候人。你现在在我们面前装什么经理呀？真的让我把牙都要笑掉了。你们就那么确定我们不在雄霸集团工作？你是聋了吗，小子？我雄霸集团高管，大部分人都记得。哎，再别说我这个人啊，别的本事没有，记性特别好，大部分人可都认识。就你这着身装扮，如果真在雄霸集团干的话，80%-90%小白脸。原来是一个中层干部，根本没有机会见到董事长这个人，因为在高层眼中，你不过就是一条狗。我现在看看狗怎么咬人的。好啊，我都要看看狗怎么咬人。哦，没事吧？小子，你敢打我？你摊上事儿了！告诉我，你是哪个部门的？啊，我马上通知人事部辞退你。对，也不撒泼尿照照你自己。我叫杜恒，雄霸集团董事长杜恒，也是你小子能假扮的吗？这种下三滥见多了。好啊，都拍2个，拍了清楚些。那你来一个。老公就这么干。老公，开始做了吗？把这去了，我现在马上通知人事，看看你是干什么的。等想好了，我跟伯伯你信不信？我让你生不如死。对，让他们再也不敢吹牛。那我怕，我怕。喂，什么？喂啊！辞退！我们还有房贷和车贷要还呢，一定是你得罪什么人了。对，他一定就是杜少，还不赶紧道歉！道歉！对不起，杜少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杜少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们，这一家老少就指望我呢，这个工作真不能丢，真的不能丢。对呀，我老公要是失业了，那我就不想活了。赵琳琳，都是你惹的祸，赶紧道歉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骂人。大声一点！对不起，我不该骂人。大宝、二宝、三宝，能原谅我吗？
你跪着！看在你们悔罪态度好的份上，这次我就放过你们。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赵国栋，你今年的年终奖没有了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就新账旧账一起算。督察，一定，我从此改过自新。我们走。督察慢走，督察，后边快。你干什么呀？宋小乔，你到底要让我的孩子们受多少屈辱？没有啊，我们一切都很好啊。一切都好，这就你说的一切都好。你每天赚着微薄的生活，宝宝们在家没人照顾，在幼儿园受尽欺负，这都是你的责任。你没责任吗？要是当初你没有抛弃我母子，我们肯定过得比现在好。我和你说了，我当时出事儿了。借口，全都是借口。你当时出事儿了，那后来呢？你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出现呢？你就是瞧不起我母子，不想要我们。我瞧不起你们，不想要你们，那我现在为什么回来找你们呢？谁知道你打的是我如意算盘？杜恒，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我们是不会任由你摆布的。要是告诉他我失去生育能力的真相，肯定会被笑话的。宋小乔，无论你说什么，都不能回避我是3个孩子的爸爸。好啊，那你去打官司呀！你们熊爸集团不是赫赫有名吗？把你在外面有3个私生子的事情弄得人尽皆知。哼，快去呀！你。我们想吃汉堡，想去游乐园。宋小乔，你既然这么有自信，那你就带着大宝、2宝、3宝他们出去玩啊，带着你的心肝宝贝们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呀。对了，你没钱，你可能忘了，但是我提醒你一句，你是雄霸集团的高级经理，是我的手下，你的时间得由我来安排。凭什么呀？你开那么低的工资？只要你好好听我的话，我会按时给你发放年薪。你放松东西啊！我的孩子们还在呢。是我们的孩子，宋小乔，我对你已经够照顾了，你以为你可以永远这么开小差吗？我不干了不行吗？不行，你已经签了合同，你要是不干的话，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。上贼船了！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谁让你当初那么贪财了？对了，等下公司有一个高层会议，我劝你马上赶回去参加。要是不去的话，可是会扣钱的。啊，这么急吗？那3宝怎么办呀？别担心，毕竟我是孩子们的爸爸，我肯定不会害他们的。不行，我绝不能把3宝留给你。喂？你已经多次透露这次会议必须参加，否则将会按照公司规定进行处理。哦，好吧。哎，这么重要的会，你不参加吗？我是公司的老板，只负责收钱就好了呀。我怎么感觉这是个圈套呢？抓紧点吧，只剩5分钟了。好吧，就破这一次例，晚上你一定要把3宝还给我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勉强任何人跟我在一起的。妈妈去上班了，你们乖乖的啊，乖乖的。好，去玩吧。你真的是我们爸爸吗？当然，你们想要什么，爸爸都帮你们实现。我们想要汉堡，想去游乐园。爸爸，我们很久没出来玩了。好，今天爸爸都帮你们实现。好。哼，杜恒，别以为自己就这么得逞了。他要是不把3宝还给我，我就闹翻整个雄霸集团。这不是之前摘菜的宋经理吗？赵经理，你可不是小瞧人家摘菜的，人家现在可是鸟枪换炮，他张嘴厉害着呢。啊！硬说自己生的3个野种是杜少的。哎，你以为杜少是傻子吗？等事情被拆穿了，他呀吃不了兜着走。要我说，杜少早就知道了，只不过是在耍他罢了。哎呀，怎么说？你看啊，给他个没有实权又没有薪水的高层玩玩，让他在这里白打工。杜少呢，凭空得了3个儿子，这买卖多划算啊！哦，你们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，别忘了，按照公司的职务级别，我可是你们顶头上司。顶头上司？你可别真拿鸡毛当令牌！你手里边有什么决策权？无非就是签个字，走个形式罢了。我们应该赶紧让杜少去验验那3个孩子血型，免得被他骗了。对啊，然后让他马上滚蛋。随便你们，最好现在就去。
莫非杜少是有什么把柄在他身上，竟敢这么嚣张？宋经理，请在这份奖金申请表上签个字。不是，奖金申请也会打钱啊？真是奇怪了，就是论资排辈也轮不到他啊。不是，这比之前少多了，少一半呢。我也一样啊。你们别抱怨了，就这些奖金也要宋经理同意才行。他要是不点头的话，你们1分钱也别想拿到。宋经理，刚才我说的呀，都是笑话啊。您是不是摆设？您是有实权的。宋经理，你看我这张臭嘴，真是该死。这件事儿嘛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决定让大家一起表决。大家表决？不是，一起表决。宋经理，您是有远见卓识，怎么能让他们去表决？是啊，宋经理，我相信你。不，我已经拿定主意了，给你们定哪个级别，全看你们的人品。来，大家伙说说，是给他们定 A 级、B 级，还是最低等级的 C 级呢？ C 级。让你们到处煽风点火。爸爸，你长得那么帅，为什么穿的这么寒酸？因为爸爸太有名了，不想引人注意。妈妈每次穿的寒酸被别人嘲笑，爸爸不会也被嘲笑吧？不会的，爸爸力气大，没人敢嘲笑。你们饿了吧？爸爸带你们去吃好吃的。我不饿，我也不饿，我饿。你好，点点什么？来1份套餐。老板娘，我们这儿不接待穷鬼。你怎么看出来我是穷鬼的？你一个大男人带3个孩子，只点1份套餐，不是穷鬼啊，就是小气鬼。你这结论下的也未免太草率了。什么草率不草率的？这家店是我的，我想接待就接待，不想接待就不接待。你这家店已经出队很久了，始终没人接手，怪不得火气重。那关你什么事啊？我的店对得出去对不出去的，我照样是个有钱人，不像你，吃不酸药。别以为点样东西放那就高看你一眼，没门儿！我看你啊，还是别先对我的店了。你吃饭的钱他不都是贷款来的吧？你呀，先去把肾卖了吧。别废话了，开个价吧。1年50万。1年50万。怎么样？吓傻了吧？是不是这辈子都没拼过这么多钱？这家店自然没有前途，不过这条街要拆迁，要是能得到这处房产，或许还能小赚一笔。我给你1个亿，把整栋楼还有这家餐厅买下来，你一下入股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好，你们还要吃点什么？哎，天亮了嘛，快给客人准备着。瞅着啥呢？准个屁呀，准备！一看就来吃霸王餐的，想准备就自己准备去。他刚才说要把整栋楼都买下来，你不要数不错光了。闭嘴吧！这一看就是没钱的小瘪三，还把整个大楼都买下来。我看你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了。伺候你们，我还不如玩会手机呢。这脾气！糟了，这下没汉堡吃了。别担心，你们什么都会吃到的。爸爸从雄霸酒店给你们叫来一个顶尖大厨过来给你们做汉堡，好不好？你小子是喝多了吧？啊！雄霸酒店是我市唯一的一家5星级酒店。雄霸酒店的厨师并不比米其林酒店的厨师逊色，他凭什么替你交钱？你吹牛也别吹太大了吧，小心闪了你的舌头。说的也是，差点被你骗了。他们这些人啊，就只配吃煎饼卷大葱。爸爸，我不要吃煎饼卷大葱，我要吃汉堡。爸爸，我要吃牛排。爸爸，我要吃鸡块。 5星级的厨师来这儿做汉堡，听都没听，幸亏有我在，不然啊，让这小子给诓了。行了，别在这吐混成了。我这儿不是慈善机构，也不是儿童娱乐场，赶紧滚出去！别着急，我叫的大厨马上就到。哟，来真的？我看你能叫来什么货色？我告诉你，外边摆地摊的我都认识，你可蒙不了我。出去！少爷。 你是陈泰生，你们好，没错，我是陈泰生。你们代表整个大厦参加国际厨艺大赛，战胜一众高手，获得厨神称号的那个陈泰生。厨神大人，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小瘪三，他就是个穷鬼。厨神大人，听说你还是餐厅评级的专业评估师，以后我们开餐厅还请您多多关照。你们也别废话了，我是来做汉堡的。那我用的都是从国外空运过来的顶级食材。厨神亲自做汉堡，就为了那个穷鬼，还有他那3个小崽子？不会吧？
怎么可能呢？这个小瘪三儿何德何能？他怎么能请得起5星级的厨神？你可以侮辱我的厨艺，但是你不能侮辱杜少。小心我手里的厨刀。你说他是雄霸集团的杜少？哼，我会拿尊贵的杜少开玩笑吗？没错，他就是雄霸集团的杜少。他说这个穷鬼是杜少，他要是杜少，我还是杜少奶奶呢，我还是杜少他爹呢。我说厨神，你是不是光会做菜，把脑子做坏了？他这样的穷鬼样，要真是杜少的话，这身衣服起码得有个名牌吧？就是，你看那仨小崽子，一个个饿得面红肌瘦的，哪像个贵族子弟呀？真是两个不可救药的蠢货。杜少，2位小少主，请耐心稍等，顶级豪华汉堡一块就好。是在谈谈我们的生意吧？你真要把这大楼都买下来？没错，我在谈生意的时候从来不会。这刚好是块试金石，你要能把整栋大楼都买下来，我们就相信你是杜少。杜少，这是你的合同。我都已经密好。你可。这合同是真的，你真要把这楼买下来？看来他真是杜少。杜少，要我说，你和3个少主想吃汉堡，也不用把整栋楼都买下来吧？这也太夸张了。闭嘴！个臭老娘们儿！我现在负债累累，好不容易一个主顾，你这乱插嘴！一会要是杜少改变了主意，我弄死你！好，知道了。老板，你想好了，合同一旦生效，可就不能反悔了。不反悔！我就等着这笔钱填窟窿呢。哎呀，这售楼的告示贴出去1年多了，一个有诚意的雇主都没有，现在又碰上资金链断裂，哎呀，幸亏有杜少啊！你就不怕赔钱？不怕，只要你能把这楼买下来，我给你跪下磕头都行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哎呀，到账了！1个亿呀！我们的房子终于卖出去了，太好了，这下不用发愁了，我们都过得欢了。太好了！好吃吗？好吃。哎呀，钱到账了，不妨跟你说实话吧，杜少，你真是人傻钱多呀！就这个破楼，连1000万都不值，你竟然肯花1个亿，你说你傻不傻呀？就是啊，我看你啊，真是钱多的花不出去了。你们有钱人可真奇怪。真是2个呆瓜呀！哎，厨神，你怎么骂人呢？就是啊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已经跟了杜少很久了，也看过他谈许多生意。杜少可谓是生意场上的常胜将军，从来没有失败过。我相信这次也是一样的。厨神，你是不是跟杜少一样脑子里进水了？这赔本的买卖都做成这样了，你还在这拍马屁？就是，他给你的薪水一定很高吧？让你这么着急着拍他的马屁。你干了这么蠢的事儿，还怕别人说呀？我看你也没什么事情干，成天就带着3个孩子到处玩，像不像个男人？我看你啊，就是个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。行了，老婆，别跟这种脑袋被驴踢了的人说话了。钱我们已经到手了，咱们就可以搬家了。别着急，我们一起看看新闻。大夏国最新消息，省政府决定将对万华街进行集中改造，并建成大型商业区。所有旧楼住户有机会得到现有房价10倍的巨额赔偿。10倍的价格？那就是10个亿吗？现在还说我是花花公子和败家子呢。杜恒，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你这不是坑我吗？我们签订了合同，符合大夏国的法律，怎么能说我坑你呢？你一早就知道这里要改成商业区，是不是？你们只要稍微细心些，也能得到这条消息。可惜啊，你们光顾着追求眼。口为人，我们家店口碑一直很好的。你们店使用劣质食材，导致顾客腹泻，给我走一趟吧。不对，现在这家店已经转让出去了。对，现在这家店心多了，要追究责任，追究他的责任。谁使用劣质食材就是谁的责任，少啰嗦，给我走吧。终于安静了。
了，真是两个傻瓜。就是打扰我们吃美食，真讨厌。以后这家店就是我们自己的，想吃什么随时来。还是这位叔叔给你们亲手做。好。天还早，想不想去哪？游乐场。好，我们就去游乐场，走。爸爸，这真的是你的车吗？没错，当然是爸爸的。爸爸，你可以经常带我们出来兜风吗？只要你们想兜风，爸爸随时带你们出来玩。好，好，好。路上前面就是游乐场，前面停下就行。我们走过去，我不想看有人注意。好的，路上。去游乐场喽！哎，站着，不许进去！这里不是游乐场吗？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哼，你个穷瘪三儿，好奇心这么重啊！行，那我就费费口舌。我刚才刚收到我们领导的命令，今天闭园1天。游乐园是向小朋友们开放的，你们没有权利闭园。就是游乐园是给小朋友们玩的，让我们进去。别着急，或许是游乐园需要检修，所以才临时闭园的。宝贝们，我们换个别的地方玩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就别自欺欺人了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，我们这机械早就检修完成了。检修好了？那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们是群穷瘪三，根本就不配进去玩。这么新的设备，当然要我们公园经理的小公主雅雅玩过之后，才轮到你们玩。难不成让我们小公主玩你们剩下的？简直岂有此理！谁是小公主？为什么小公主没有特权？就是。出什么事了？吴经理，刚来了个穷瘪三，他一点事儿都不懂。穷瘪三？啊，就他们。我跟他们说，新设备肯定要雅雅小公主玩过之后才轮到他们，他们竟然赖在这儿不肯走。果然是佛靠金装，人靠衣装。爸爸，那个小孩叫雅雅，她和我是一个班。雅雅，你认识他吗？爸爸，他们也确实跟我一个班的，但是他们是班里最不受欢迎的孩子，因为他们没有把。会开完了，顺利吗？这出什么事了？妈妈，这个人不让我们进游乐场，我们好久都没出来玩了，我们好想进去呀。是啊，妈妈，快想想办法吧。杜恒，到底在搞什么？爸爸，这就是他们的妈妈了。老师说他妈妈人品有问题，不应该还没有结婚就生了3个孩子。既然今天人都在这里，我就把话说清楚。我们吴家是著名的富豪家族，是不可能和你们这些下等人交往的啊！也请你们的孩子今后务必和我的女儿保持距离。哦，富豪家族，到底有多富？据我所知，雄霸集团是你们的债主，对吧？对呀，那又怎样？跟你有1分钱关系吗？陆恒，别闹了，咱们快走吧。既然你们自己找死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把游乐场的贷款停了。你演的还挺像啊！你一个穷瘪三，这雄霸集团会听你的吗？真是可笑啊，连我都觉得滑稽。就是，雄霸集团可是一手遮天的。喂？什么？把我的贷款暂停了？为什么？我得罪了杜少？你真是杜少？我这份瘪三药不像我永远不是泰山啊！我罪该万死啊！我罪有应得啊！哎，我真是狗眼看人低啊！杜少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看在你悔罪态度好的份上，这次就放过你。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，这里是游乐场，是孩子们游玩的地方，不要沾上你恶心的土臭味。是，一定，还等什么呢？快把游帘打开呀，让3个小本进去玩。我们走。走。怎么样，宝贝们，好玩吗？好玩。以后
啊，想什么时候来玩，我们就什么时候来玩，因为这个游乐场是爸爸的。哎呀，看你们孩子都惯坏了。爸爸带你们吃大餐去。别看，那不是宋小乔？他旁边的男的是谁啊？他长得还挺帅的。妈，那个就是大宝、二宝、三宝亲生爸爸，雄霸集团的负责人杜恒。妈今天有件事儿要告诉你，其实啊，你不是爸妈亲生的，你是我们领养的。小超啊，跟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小超，你别激动啊，妈倒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你和小超感情深厚，不然你们一起得了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，妈？小超是我弟弟，我们怎么在一起了？哎呀，你妈刚才不是说了，你跟小超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，你俩在一起啊，不违反人伦。那也不行，我接受不了。妈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我要是不装病，你这死家族会回来看我吗？宋小超，你倒好，小时候乖巧伶俐，长大了翅膀长硬了，随心所欲了，对吧？妈，爸，你们到底要怎样啊？宋小乔，我们在你身上付出了那么多，你总要给些回报是吧？哎，总不能让我们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吧？你们太过分了！小超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姐，我也劝过，可咱爸妈说这是亲上加亲，我也没办法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白养你一场。对呀，没想到你在外边学坏了，竟然搞了3个野种回来，这也就罢了。我们今天啊也不跟你计较，但是你今天必须要听从我们的心愿，立即把这个婚给我结了，免得再节外生枝。你们这么做就怕被人笑话吗？我说过，你和小超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你们俩甚至连户口都不在一起，你其实姓魏，魏小乔，懂了吧？你们在一起，既不违反法律，也不违反人伦啊！天底下男人女人那么多，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们在一起啊？很简单。那我们就只能来硬的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你们是想借助杜恒的势力，可你们这样对我，你们觉得他会帮你们吗？怎么不会？哎，怎么说你也是那3个野种的妈？他就是不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也会看在那3个野种的面子上。你下半辈子啊，肯定是荣华富贵名利双收。你们简直要疯了！俩3人干什么？你们都要干什么呀？不听从我们的安排，绝不能让你走。只要以后跟爸爸在一起，以后天天都能这么开心，怎么样？是不是以后更愿意跟爸爸在一起？不，我要跟妈妈。我也要跟妈妈。三宝，怎么都是早餐？早餐不好吃吗？我想妈妈。我们也想妈妈。宋小乔一直将这孩子视若珍宝，如今却不闻不问，连电话都不接，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。陆少，
事情查清楚了。你在这里帮我照顾孩子，我出去一趟。是，杜少。听姐姐的话。大家知道，小乔啊，并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。当初之所以要把她带回家来，为的就是今天。是啊是啊，小乔和小超啊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两个人啊，感情深厚，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！爸妈，无论我姓什么，我和小超有没有血缘关系？我们足疗打水一场空啊！把他弄倒！哎，姐姐，住手！哎呀，杜少，你来了！欢迎啊，杜少，你来参加小乔婚礼了。杜少，没事吧？你们这一家人还真是奇葩呀，连这么奇怪的事情都能想得出来。他们两个只是名义上的姐弟，我们这叫亲上加亲了。杜少是个聪明人，我现在也不向你隐瞒了。如今小乔为杜家生了3个孩子，眼看他就要飞黄腾达了。而你呢，却看不上他这个社会底层的丫头，所以我们就把他娶回家，好借借光。这又有什么错？经常的照顾我们宋家呀，我们全家都愿意做你的忠实奴仆。以后啊，我们就一条心了。我可对你们这些不择手段的东西没有兴趣。好啊，杜少，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你别以为我们对你们杜家的事一无所知，你还有个弟弟，你们一直在争夺家产，对不对？你虽依我看，你们这些下三滥的货色只会增加我的晦气，没用处。你也太小看我们了。别的不说，我们就把你在外面花天酒地弄出3个野种的事情来公布于众，你就会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杜少一向拥有完美人设，是江城市甚至整个大沙国无数少女的偶像。难道你就想这么身败名裂吗？我杜航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没什么好隐瞒。本来我也要正式承认3个宝贝是我的亲生子女，你要是这样做，倒帮我省事儿了。你，杜航，你是不是对宋小乔还念念不忘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他？住手！宋小超，我要是你，现在就和这2个混蛋划清界限。为什么？
你最好看看这份检测证明，不光小乔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就连你也和他们没有血缘关系。什么意思？你胡说！血口喷人！他们两个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远近闻名的恶棍，依靠倒卖人口来发家。你和小乔都是在没记忆的时候被他们偷走的。哎呦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别打了，我们错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看在我们养你们这么大的份上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说，我亲生父母在哪儿？我亲生父母在哪儿？我能帮你找到你的亲生父母，但是有个条件，你们别再追究我们的责任了。是啊，我们把你们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啊，你可别恩将仇报啊！你们两个就是魔鬼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我不会放过你们！哎呦，别打了！哎呦东少啊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们悔改了，我们错了。小乔，你也劝劝小曹啊！小曹，哎呀，小曹，我和你妈含辛茹苦的养活了你几十年，你可不能痛下杀手啊！你们起来吧，只要你们真心忏悔，我相信小乔和小超会原谅你们的。一定反悔，一定真心反悔啊！我们一定反悔，一定反悔。不好。妈妈还会醒过来吗？妈妈是好人，好人你会恢复过来的。对，好人有好报。患者机能升级，得了白血病，急需要更好骨髓。你说什么？杜恒，如果不是你对我姐始乱终弃，她就不会得这个病。现在又想起焦姐姐了，你真是个怪物。那场荒唐的婚礼是他们逼的，不是我的意思。医生，什么时候可以做手术？患者的血型相当特殊，我们只要找到与之匹配的骨髓才能做手术。杜恒，别以为你有2个臭钱就了不起了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姐有什么3长两短病，我饶不了你。恒儿呢？怎么好久没看到恒儿了？恒儿，这个败家子，早就把你忘了。怎么好久没见到恒儿了？哎，恒儿呢？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早就把你忘了。何止是家主啊，就连我这个未婚妻也早让他抛到脑后了。这样一个败家子，你把雄霸集团交给他，你能放心吗？杜勇的能力是他10倍都不止啊！你可不要走了眼。是啊，您当时亲自搭的我和杜恒的亲事，现在他却让我成天守活寡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爸，您别让大哥给骗了，他表面上任劳任怨，其实私生活混乱的很。您要是把雄霸集团交给他，他时间长了，非得把雄霸集团的名声给搞臭了不可。还能有这事儿？家主，你建立雄霸集团用了几10年，毁在这个败家子手里，你不心疼吗？家主，有一件事你要是知道了，你会更着急。我听说啊，他在一次车祸中失去了生育能力。什么？爸，你想想，您要是把雄霸集团交给他，那咱们集团不是后继无人了吗？儿失去了生育能力，怎么会这样？爸，您看，凤凤马上就要生了，将来给您生个大胖小子。这样看来，您把雄霸集团交给我，那咱们集团就有希望了。这不比交给那个跟太监一样的大哥强多了吗？儿回来了，我找他好好谈谈。家
家主这个败家子，让他快点滚吧，逐出家门，不然我们杜家就完蛋了。好了，你们都出去吧，休息吧。家主，当夫人有客人求见。谁呀？这个时候还见？没看见我和家主在说话吗？这依山淡水的庄园啊，可真不错呀！果然是江城啊，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啊！哎呀，就咱们这么卑微的出身，还能来这么尊贵的地方？哎呀，我们有杜家想要知道的消息，我们绝不能栽在宋小乔这个贱人的手里。还有，不能轻饶了杜大嫂。你说的对，咱们要以攻为守，狠狠地报复他们，不能让他们看咱们的笑话。对。看看人吃气啊！真是不同凡响啊！谁找我？有事吗？老夫人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宋小乔的母亲。说起来啊，咱们还是亲家呢。不要脸的老东西，也不撒泡尿照照。知道我们老夫人什么身份吗？还敢来攀亲戚？对不起啊，老夫人，我说的都是实情啊。杜少的确和我的养女生了3个孩子，我们不是亲家，那是什么？你个死老太婆，你少在这攀亲家！谁不知道我大哥在车祸里失去了生育能力？怎么可能一下子生出3个孩子啊？这……对呀，大哥现在就是生不出崽的太监。你们该不会是他派来妖言惑众的吧？不是，我们去那个意思。都起来了。是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怪不得杜大少一直不跟我亲近，原来他已经变成太监了。哎呀，真命苦啊！我的夫人命好苦，我要悔婚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也不是。根呢？赶草除根。二少爷分析的没错，你怕自己失去生育能力，3个孩子又不是亲生的，所以故意下毒，想要害死宋小乔。大少爷，你可真歹毒啊！幸好你不是我亲生的，不然我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了。你们胡说！胡说！证据都确凿无疑了，怎么可能会是胡说呢？妈妈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妈妈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爸爸是不会放弃你的。喂，杜少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与宋小乔匹配的骨髓找到了。真的吗？是谁？无论花多少钱，
我都愿意治好他。不需要花1分钱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人就是你。是我？怎么会是我？也许是上天的注定吧。我们发现只有你的骨髓跟孙小巧是匹配的，也只有你能救他。爸爸，你一定要救救妈妈。是啊，爸爸。行，那我马上准备捐献骨髓。多少？我提醒你一下，你之前出过车祸，你现在捐献骨髓有一定的风险，所以你得考虑清楚。我已经考虑清楚了。不行，我不给你捐献骨髓。爸，人命关天，何况她还是我3个孩子的妈妈呢。你这些年在外面做的丑事，我全知道了。那3个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，跟我们杜家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爸，你让他们给洗脑了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对不起，我要去医院了。混蛋！你个混蛋！家主，放心吧，家主，大少爷只是随便说说，他恨不得这个女人早点死呢。他只是想3个咬野种，不是亲生的，隐瞒过去。对，家主，他现在要是去医院的话，也是去杀死那个贱人。您尽管放心好了。杜氏家族就是我的一切，我不允许任何人玷污杜氏家，否则绝不承饶。违抗家规者是。爸爸，我们现在正式承认你是我们的爸爸。爸爸是真心爱妈妈的，我们以后愿意跟爸爸一起生活。爸爸，别担心，我们为你祈祷。小朋友们，快出去吧，马上开始手术喽。走吧。放心吧，爸爸妈妈都会没事的。去吧，乖。不要，会被人看到的。哎呀，那个宋小乔啊，在医院里等死呢。现在这里我是老大。他真的会死吗？他必须死。听说呀，他给大少爷戴了绿帽子，大少爷为了保守住这个秘密啊，不能留他。可是我听说，大少爷为了救他，甚至还捐了骨髓啊！那不是掩人耳目吗？大少爷想要的就是那3个孩子，他就是生育的工具。哼，你们这些个男人真的是坏透了。我是个例外。宋小乔，你还没死？我知道你们都盼着我死，可惜让你们失望了。你别得意，大少爷干掉你是早晚的事情，我看你还能嘚瑟多久。你别得意，大少爷干掉你是早晚的事情，我看你还能嘚瑟多久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要干掉宋小乔，我自己怎么了？大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的公司，我不能来吗？这来，大少爷，我向你汇报一下，宋小乔背上也干了不少坏事，可得提防着他，不然你会吃亏的。是啊，他们这种社会底层的穷人啊，最贪心了，手里一旦有了点实权，马上就开始中饱私囊。何况他养3个孩子，一定得好好查查他。谢谢你们的关心，我对小乔很放心。对了，他现在已经不是走程序那么简单了，而是全面担负起高管的职责。什么意思，大少爷？你不会是糊涂了吧？他什么学历啊？他能把自己名字写清楚就不错了。你怎么能放心把公司交给他呢？以他的能力，他就被扫厕所去。看来你们是质疑我的权限啊！好，我正式宣布，罢免你们2个的职务，你们被辞退了。
野种怎么样？